你是那个傻瓜，爱我不尽。请进。什么事啊？云顶的调研书出来了。现在我跟佳一这种状况，云顶的死活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。美国总部已经知道您无法和林氏合作，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云顶。如果您现在能让云顶上市的话，您还能造出一手漂亮的业绩。否则，您可能要回美国解释解释了。我想到了林氏约会这样，我也料到了黄志高的贪婪，但是我没想到我的女儿佳一，居然选择林诗渊那边，也不愿跟我站在一起。那您是要放弃林佳一这个突破口吗？哎呀，我不知道，你让我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我们接下来的关系该怎么走。您可能还不知道，林诗渊想把林氏交给林佳一和陈曦共同管理，但是陈曦拒绝了。陈曦这个小子，林氏这样的机会对他来说是事业的顶峰，他干嘛要拒绝啊？据说是要创业。烂泥扶不上墙。不过他跟佳一分开也好啊，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佳一了，不是吗？那您就抓紧吧，时间可不等人。来，吃饭了。东都创业的事儿跟家里人说了没？哪儿敢说呀？我先看着再说吧，我怕他们承受不了压力。我跟你说啊，卧薪尝胆的事儿我支持你，但是你怎么也得跟家里人说一下，到时候让毛大妈知道了，把全胡同人都知道了，多没面子呀。有道理，但是我先跟谁说？哎，你这么说，你猜我们家抗风险能力最强的人是谁？我觉得是阿姨，你看她挺怕的，嗓门那么大，能做侧板工作。我告诉你错，我们家抗风险能力最强的人是他。这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，真的，咱们这点事儿在他心里边小儿科，所以我打算先跟奶奶说这个。什么事儿啊？先跟奶奶说啊。啊，那个林董事长说，昨天要把那个公司交给陈曦。哎呀啊，不是真的啊？啊，那么重的担子，你能扛得住吗？你瞧，说天上掉的馅饼要太大了也犯愁，是吧？我就说我抗风险能力不行了。不是，我是说不是这件事儿啊！来，快坐这儿。不是我说这件事儿啊，真的跟那个老林啊得说说，你知道吗？要说我儿子啊，真的是各方面真的挺优秀的。他说管理个什么小部门啊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到林氏去管那么大，有点悬啊。我也判断错误了。啊？什么？没。奶奶，那个。您觉着陈曦要是自己创业的话，您怎么想啊？啊，我看呐，行，
哎妈，凭自己双手劳动，不跟别人要，活得腰杆硬。您不怕我赔喽？没事儿，赔了吧，奶奶那还有3.5万呢。够你这个奶奶，现在这个3.5万啊，还不够他租一办公室的呢。那么多钱呢？怎么着？那您还赞成我吗？赞成。实在不行的时候，就把你爸那个私房钱再给拿了。不是我那点私房钱还不够买一个门把手的呢。哎，这个林氏公司啊，毕竟是人家林编辑的产业，是吧？现在要发展，把这么重的担子让你挑起来，当然了，咱也不能给他做一辈子，是吧？打工仔，是吧？这个你呀，要是找一个新的项目，那等于是2次创业，对吧？你准备好了？反正当初林董事长都把画笔给割下了，弄了一个文化产业。我这么年轻，我也不怕输不怕赢的，有什么可在乎的呢？是这样吧，我刚看好了一个电子商务这一块的这么一个项目，所以我想试试。行啊，孩子啊，我孙子有长进呢啊！这点长进也是跟林董事长学的。没有。呀，哎呀，佳怡，有人找你。阿姨，佳怡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最近啊，老是失眠，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。有什么好反思的呀？我知道我做了挺多不好的事儿，我想让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跟你赎罪。我希望你给我一段时间，咱们母女俩啊好好相处一下。你知道我一个人在外边漂泊也挺累的，我希望你理解我。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。别一口就回绝，试一试，万一行了，不行再回来吧，别留遗憾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遗憾。你就给我一点时间不行吗？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就在这儿不走了。没吃早饭的吧，阿姨？要不然跟我们一块儿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有什么事儿就在这里说吧。我知道我亏欠你的太多了，我也没什么脸求得你的原谅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让你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。如果你非要弥补的话，这份情我领了，那你走吧。你就让我为你做一点事情，不行吗？我有什么需要你为我做的呀？趁我现在啊还有投资权，我帮你把断袖成衣做大。只要咱们母女俩联手，断袖成衣会越来越好。断袖成衣是林氏的，这个事情还是让我爸来决定吧。你才是断袖成衣的灵魂人物啊！林世渊同不同意，这都无所谓的。你是让我背叛我爸？这怎么能是背叛呢？这是让你给自己啊留一条后路。我不需要留什么后路，这些我完全没有必要。佳怡，你觉得我没他做得好是吗？他不是也因为工作伤害过你吗？在我记忆里面，已经没有那些伤害了。我只能唯一想起来的就是，
哎，你真从林氏辞职了？干嘛？辞职又不犯法。不是我说你，你也太冲动了，你怎么想的你？进林氏这种机会是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。现在好了，怎么办？我们做什么？我打算开家网站，专门卖户外用品。怎么样？要有兴趣的话，咱们哥几个一块干。你拉倒吧，网站我连电脑都没搞明白呢，你就弄这么高科技的，哥几个这也弄不了啊。弄不了咱就学呀。学不会的话，咱就请专业老师教咱们。那没办法，你不能让时代淘汰呀，对吧？也行，反正当初这个拉摊子扯大旗的是你和林佳一，现在我们还信得过你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啊，放心吧，这条道一定不是黑的。哎啊，现在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首先第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麻烦，前期还缺点资金。啊，这个你别担心啊，我还有点私房钱呢。哎，多少钱？2万多呢。那倒是还差点意思。还差多少？1000来万吧。啊？真的。看来，只有把快递站卖了，才能实现我的梦想了。这次亲子鉴定是赵璇一手策划的，送检用的是您的毛发和黄志高喝过水的杯子，林佳一全程监督，动手脚的可能性不高。我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在第一次做亲子鉴定时，没有做一份真的。这个赵璇的目的很明确，他是想在拉拢依依的同时，把段秀成一弄到云顶去。还好依依啊，他明白，还把他们的计划打乱了。鉴定中心我们也调查过了，应该一切都是走的正常程序，没有作假。你能不能拿到这2个送检的样品？我怀疑赵璇用了调包剂。您还不相信这份亲子鉴定的结果？我不是不相信这个亲子鉴定，而我是不相信赵璇的为人。我怀疑他真的调了包了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去鉴定中心做工作。我现在就要找到他调包的证据。让你们经理来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离开我就是为了开这个小破店啊？请你尊重我的户外用品店，这不是小破店。云顶俱乐部哪儿不好了？没有说不好啊，我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经营自己的企业而已。你的企业？哼，就这样啊？连个小卖部都不如，还你的企业？再远，我现在已经焦头烂额了，你还釜底抽薪？你不是给我添乱的吗？你什么时候才能真真正正的帮帮我？我怎么帮你帮啊？帮你再去泡那些大集团的千金小姐，解决你的上市问题？你想想我们的债务吧，这2年为了上市，我们做数据、充门面、过度的扩张业务，现在已经资不抵债了。如果这个难关过不去，你我就得在人清算之前卷铺盖走人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您可以宣布破产啊，然后咱们一起经营这家小店，不挺好的？你说的轻巧，破产我们吃什么？你我的生活质量会下降到无法想象的地步，没钱没资本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这些都不重要吧？您别老是都是钱的，做事要对得起自己良心。良心能当饭吃吗？
还有办法让林佳一回来，用他的断袖成衣支撑我上市。行了，您别找林佳一了，他不可能回来了。他的断袖成衣已经小有规模，晨曦的网站做的也不错，人家都在进步，只有我们在退步。这些年我们为钱失去的太多了，难道您还想不明白吗？我们没有在退步，云顶会上市，而且马上就会。来源，你是我儿子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你应该回来帮我。这将来云顶都是你，我们可以一同见证云顶再度辉煌。爸，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，我宁愿那些都不要，一切从零开始。从零开始？那你以后缺钱别再来找我。好。晨曦，哎，呀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你刚开业吗？特意过来给你祝贺祝贺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倒杯水去，怎么那个眼力劲儿啊？怎么样？不错。哎，晨曦，来。哎。你有没有想过把我们公司的 VIP 卡放到网络上去销售？你说云顶的啊？按说这是一个好主意，但是我说实话，现在我知道我们国家在互联网销售这一块其实是挺严格的，很规范。特别是一些什么 VIP 卡呀，这个不是随随便便什么卡都可以任意去销售的。这一块真是过去没有想过，没有研究过，所以我不太了解。那也行，你了解了解。好，我研究研究。好。好。怎么样，这公司？不错啊。是林佳一给你设计的？哎，参与了点意见。哎，林佳一没来啊？我们俩都商量好了，各干各的。我做我的网络，他做他的断袖成衣。我爸说特在理，说鸡蛋就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边。也好啊，省得你们俩在工作上万一拌嘴吵架什么的。我们俩在一个工作上也不可能吵架拌嘴，它不像咱们两个跟。咱们参观一下吧，啊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太好了太好了！我要不问你的话，我心里真不踏实。哎，谢谢谢谢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对这个卡这事儿我就放心了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啊，拜拜。互联网的平台来销售你们云顶的 VIP 卡吗？对，有点兴趣。咱们俩聊聊。雨欣啊。哎，志高。这么着急干嘛去？哦，有家户外用品的网站想跟咱们合作，销售咱们的 VIP 卡。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，可以扩展一下我们的销售网络。你不是已经不管 VIP 卡销售的事儿了吗？怎么突然这么热心呢？那家老板是我以前的好朋友，
我正好也帮朋友一个忙嘛。哦，对了，他晚上请我喝咖啡，我可能回来晚一点，你别担心我啊。去吧。那我走了。晨曦，等很久了吧？没有。刚出门的时候有点事儿，耽误了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。哎，你怎么突然想起来我那天的提议呢？我回去一琢磨，那我们公司不是刚开始吗？说实话，真的挺想有一些靠谱的呀、知根知底儿的呀，然后没什么风险，关键见效又快的一些合同啊、项目来冲一下业绩。因为公司刚起步，活下来肯定是第一位的嘛，对吧？那一琢磨，我说这事儿是你提的，然后呢，又仅仅是说通过我们网站来销售你们云顶的一个 VIP 卡，这事儿没什么风险啊，所以我就说，那这是一好项目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合作方式。对，云顶现在的销售量也在缩减，我们也需要增长一些大资金网络销售量，所以呢，我们真是一拍即合。合作愉快。必须愉快。晨曦，要是搁在以前，让你出来创业，你肯定不会同意的。这些都是林佳一鼓励你的吧？反正跟他在一块儿吧，你看不上进啊，不努力啊，挺难的。看来，你找林佳一做你的女朋友是找对了。如果现在我还是你女朋友的话，没准儿，你现在还是个送快递的。突然这么浪漫了？你要觉得不适应的话，那咱还回毛大妈那儿。可别，我要珍惜你抽风的每一秒。来吧，请你点菜。这儿的菜挺贵的，你可想好了。随便点。不，你这个超过500是吧？那没事，你跟我打个招呼就行，随便点。你这不行，这都超1000了，我先买个速效救心丸，你再点。不点了，随便点。这才像你晨曦。那我点个汤吧。不过说回来了，你为什么突然请我吃这么贵的菜？因为今天
我马上就要签一份我们公司的第一笔订单了。真的啊？太好了，恭喜你！不过跟你说啊，你们那个网站实在是设计的太难看了，这都能签下合同，我觉得真的是不缺钱的时代。不是怎么难看了？我每一个网页每一个东西都是我自己一笔一笔亲手设计出来的，怎么难看了？你们直男的审美真的是无药可救了。你这个审美呢，要是达到我的程度，你就知道自己网站有多丑了。那你不来呀？没办法了。我的设计费很贵的，你有多少钱呀？大哥，我后半辈子都给你了，你还要什么设计费啊？那倒也是哈，说不定你是一个绩优股，我呢，就是投资一点小小的设计脑细胞，换来一个成功的 CEO， 这倒挺划算的。就这么定了啊！我跟你说正事儿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你看网站设计这一块，你帮我好好弄，重新规制规制啊。还有就是我整个网上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的包装，我想给它统一划归。这样因为买家他看着他就觉得哎呀眼前一亮，很醒目，然后他又温馨又浪漫，所以我想把这个包装的设计交给你。好吧。还好，我表示感谢啊，陈总向林设计师表示感谢啊。你干了吧？我干了，那既然这俩事儿你都答应了，那咱就别吃这饭了。想得美！我要吃牛排。行，给你吃0分熟的。请。现在方便说话吗？方便，方便。上次跟你说那合同的事儿。合同我看过了，没什么大问题。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，要考虑的周全一些，免得上了别人的当啊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让公司的法务部看过了，肯定没有问题。而且对方公司是先行赔付，即使出了什么问题，跟咱们公司也没有任何瓜葛。哎呦，我的芷晴现在长本事了，我想不放心都不行了。那你同意了？有什么不同意的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太突然了。那行，我去找他们签合同了。好，那路上可要注意安全。你这个小媳妇儿可真好骗呀！她应该没有想到你会趁机对付她的情敌吧？我的情敌可是你的女婿，在伤了陈曦的同时，也未免会伤到佳一啊。黄志高，我告诉你，对付陈曦可以，但是你绝对不能伤害到佳一，否则的话，我绝不放过你。遵命。OK。合作愉快。对。还需要吗？我们不需要。来吧。谢谢。本来是这么大一事儿，挺高兴的。对于我们公司来讲，你也帮了一特别大的忙。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。这些天找个机会，我请你吃个饭。干嘛要找个机会啊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呗。我说实话，我没想到咱们这合同签得这么快，这么顺。我今儿晚上是答应了陪我奶奶去看京剧，老太太不是好这口吗？你知道。哎呦呀，坏了，我差点忘一大事，你稍等我一下啊。
哎，依呀，那个今儿晚上不是要答应陪奶奶看京剧吗？对，我忘买票了，我。哎呦，吓我一身汗。你买了我就踏实。得嘞，好嘞，拜拜。要不然这么着，那个京剧看完了也没几点的事儿，咱们吃个夜宵。不用了，志高还等着我呢。好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。那我走了。好，我送送你啊。哎呦，送什么呀？你刚不是说了吗？咱又不是外人，别客气了啊。得嘞，真不送了啊！我还得打个电话，我又忘了，不管你了啊。依，还是我忘了一特别大的一事儿，奶奶不是说要吃零食吗？我忘了。哦，这你也买了？神人啊你是个宝啊！好，好，拜拜。我们是成功的，对吧？咱大伙儿再加把劲儿，争取把这个销售额翻上一番来。年底我给你们每一个人发红包，好不好？好。兄弟们，我现在跟大伙儿对一下今天的销售额啊。你几点了？你看几点人都进场了，你一个刚创业的人，你比我还忙现在。断袖成衣在研发阶段，下个月又有一笔欧洲大单子进来，我能有时间陪你看电影，说明你在我心中有多么重的重量。哎，我们那个什么，我们今天也弄了一个特别大的订单，销售额特别高。是吗？啊，你说咱俩在一起了，是我忘男朋友呢，还是男朋友忘我呢？你这事儿争什么呀？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互相忘不挺好的吗？电影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不会晚了吧？已经晚了，没关系，我给你单独演一场不穿衣服的。来，搁那边就好，走，柜台旁边啊。来，谢谢，你先过，你先过。这家。哎，那是黄在远吗？他怎么会？他怎么这样了？我听琪琪说，她想独立创业，又不想依靠云顶，所以就先开了这个户外用品商店。琪琪每个周末都过来帮她。哎呀，真是人呐，三穷三富就过这一辈子了，谁能想得到啊？黄在远这么大公子哥，怎么就走到这个地步了？喂，丈母娘心疼你去了？男孩倒无所谓，我是心疼琪琪，好不容易找个自己喜欢的，又要跟着受苦受罪。哎，你好，这是帅哥，要什么？我帮你找找。买10件冲锋衣，要质量好点的，能打折吗？哦，不是啊，我们家的质量啊，您放心。但是就一点，我们家从来不打折。哪儿有不打折的店呢？我看你们不想干了吧？不是，我们家不打折，是因为我们家质量好啊。哎，您看看，就这件衣服呀，您穿上这颜色配你，绝对是太配你了，这位先生。哪有你们这么做生意的？你说不打折就不打折啊？那行，
我走，我不买了。别！哎，你好，我是这边的老板，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？买10件冲锋衣，怎么嫌我买的少了是吗？啊不少。不是，别说你买10件，就是1000件，我们家也不打折。打折！你再说，我走了啊！哎，别！那个打折，9折好不好？9折。琪琪，你去下单。还是你脑筋转得快。哎，要都跟那个女孩似的卖衣服，我看早晚得关门。是，您说的对。哎，那这样，我们这边有好多新品，我带您看一下吧。啊，来。哎呀，这个琪琪简直太受委屈了，那买东西那人太不讲道理了。哎呀，你回去跟老林说，让这2个孩子到你公司去上班吧。那么大一公司，还搁不下俩孩子。黄在远是想自食其力，你们家晨曦都能独立创业了，他就更不好意思去临时上班了。老林说，养儿100岁，常有99。看到琪琪这样，我心里真的不好受。哎呀，行了，别难受了啊！说实话，我看这2个孩子，我也特别心疼。创业嘛，开始都是特别困难。我们家晨曦开始也是这样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一些了啊。找我什么事啊？如果是找我忏悔的话，我真的没有时间，我现在挺忙的。佳一，我好歹是你亲妈，你就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吗？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？晨曦创业的事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地球人都知道了。那你知道第一笔单子是谁给他的吗？是你吗？要是我就好了，是徐芷晴给他的。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，更没有永远的前女友。我相信晨曦。你相信晨曦，那你相信徐芷晴吗？徐芷晴现在在黄志高那儿处处不得志，处处被压一头。要是徐芷晴把晨曦抢走了，黄志高又离开我，你说到时候咱俩怎么办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想象中那么坏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想的那么好。佳一，你相信我，你真的斗不过那个女人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八卦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喂，我听说你在林佳一那儿，你没把事情告诉他吧？我是佳一的亲妈，我当然什么都会告诉她的。不过我们会内部消化的。我奉劝你啊，你也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也不要到处去张扬。徐芷晴这边我会处理的。你告诉林佳一管好晨曦，这件事闹大了，我们都会很丢脸的。我知道了。唉，有好戏看了，黄志高要出手了，晨曦和徐芷晴要倒霉了。行，我去找晨曦。好嘞，您客气了，我知道啊。得嘞，就这么着，拜拜。这么晚了还不下班啊？嘿嘿，什么风把我们领导给吹来了啊？你什么时候开始跟云顶合作销售 VIP 卡了？刚刚的事儿，然后这个销售特别好，现在营业额过1000万了。是吗？啊，这么好的生意啊！啊，
是不是徐芷晴介绍给你的？是不是他这事儿重要吗？我一颗红心向着你，对吧？然后其他的事儿咱们笑笑不言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，行吗？有些事情可以闭着眼，有些事情必须要睁着眼。我必须向你首先检讨，这个事儿是我的错误，因为他效益太好了，所以我一高兴我就没有跟你汇报。不，他是这样，因为他是我们公司的第一笔单子，也有可能是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最大的一份单子，所以这个事儿我是公事公办的，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，所以咱们就把它都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的单子，大家都开心了，你看好不好？看着我，嗯，你有没有撒谎？我能感觉到。没再遇见，空荡的街落下白色的雪，忽然间想起过去的画面，现在谁也不在身边，风陪着我站在回忆的路边，刹那间爱恨都冻结，街上的信号灯亮了永远是我对昨天说了再见，过往的车辆匆匆忙忙，每个人都开去他的向往，雪花飘落在我身旁，像是对我诉说一个我不记得的故事，很久没有被人提起，永远不会被忘记，我一个人坐在熟悉的街头，曾经的记忆依旧那么浓，一幅幅美好画面闪过我的心中，在拥挤的城市中